跟上，快跟上！好，就在这儿，那边依次挖3个坑，快！ 腾来了，注意隐蔽。打！边打边撤，把鬼子坦克引过来。是。 赵参谋长，敌人的坦克上来了，咱们快撤吧！不行，我怕距离太远了，掌握不好引爆时间。你们先撤，我留下来引爆。可是这里离炸点太近了，太危险了。顾不了那么多了，你们先撤，服从命令。参谋长，撤！是。所有人撤！ 撤！
行啊，张总。赵杰，你去看看狗日的日本人还有没有活着，见着活着全给我干了。是，兄弟们，跟我来。虎子，再去看看张参谋长。是。参谋长，参谋长，张楚，醒醒啊！张楚，张楚，张楚，参谋长，张楚，醒醒，张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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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啊你，啊，干得漂亮，张楚。你说什么？我听不见。我说你干得漂亮，你看，看见了吗？活该！小鬼子，炸死你这帮狗日的！哥几个，觉不觉得今天这仗打的才叫个痛快啊？有点意思，痛快！哎，弟兄们，我在想到一人呢，咱们这个张参谋长是个人物，有点意思。哎，你看他平时啊戴着这黑边眼镜，小眼睛滴溜溜乱转，活像一私塾里的教书先生。哎，他打起仗来，那是一个不含糊。你说，你看啊，这鬼子的王八壳子哪儿都硬，就是肚子底下吧，它软和。结果这张参谋长就用那105榴弹炮做地雷，炸的这王八壳子砰一下，就这样，你知道吗？就连我这老炮儿都得佩服。弟兄们，话说这张参谋长啊，那天打仗的时候，他离炸点太近，等这小鬼子的坦克车开过来一炸，他整个人被这气浪给掀翻了。等他爬起来的时候，你知道他像啥吗？像啥？你别笑，我快睡啊！活像那个掏煤窑的。形容的不对啊！哎，哥几个吃过烤猪吗？没有。当时张参谋长，我跟你说，就是一烤猪，当时就这样。对，他这样的，我跟你说，他是。哎，那个大力，哎，你刚才说张参谋长被炸成什么样来的？你学的特像，来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遍，快！别让他听见了，啊！哎，张参谋长，你耳朵好使点了吗？你说什么？我听不清。兄弟们，要说这张参谋长，哎，张参谋长，您是怎么想到就是用105榴弹炮做地雷，然后炸那王八壳子的？没什么可说的，拿鬼子的玩意儿来打小鬼子，这不好吗？哦，对了，周支队长人在哪儿？哦，在他房间。你们聊吧。大力，哎呀，大力再学一个，再学一个呀。张主，你这唱的是哪出啊？你甭管我唱哪出，我今天想明白一件事：人这一辈子，大不了就是一死，
但有些事不能心里憋着。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找你吗？我告诉你，周卫国，我今天要揍你。我知道，凭我张楚这点本事，我打不过你。但就是打不过，我也得跟你试吧试吧，我要跟你拼一把。站起来！站起来！你知道吗？我问陈毅了，他直接把我给拒绝了。哼，他告诉我，他心里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周卫国，不是我张楚。哎，你怎么回事？人家姑娘能痛痛快快说出来，你这干什么？怎么连反应都没有？如果你能把我打成这样，我估计别人也欺负不了他。卫国，我没什么要说。好好对着你吧。我们是一辈子兄弟。啊，我不多说了，我走了。张楚，能和你做同学、做战友、做兄弟，是我周卫国的荣幸。能跟你做兄弟，真好。同志们，今天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准备鼓掌啊！经过大半年的反扫荡斗争，进攻我根据地的日伪军已经全部撤走，鲁中根据地反扫荡胜利结束。哎，张超，到，你这脸是怎么回事？啊，那个昨天晚上去我那儿喝酒，喝多了撞门框上了。对，撞门框上。撞门框上，荒唐！你们有酒量喝什么酒嘛？啊，同志们，不能盲目乐观啊！大家看，日伪军虽然撤走了，但是在我根据地的四周修筑碉堡、设立据点，还挖了封锁沟，这是试图困死我们。他们管这叫囚笼政策。我们根据地现在仅缺乏衣物、粮食和药品，所以要尽快展开对敌斗争，粉碎他们这个囚笼政策。报告，报告政委，邱民同志来电。好。周伟，什么事儿那么高兴啊？念出来给大家听听吧。好事成双啊！上级决定，将虎头山游击支队扩编为独立团。上级还要派来一位特派员，啊，宣布具体的任命。桂花，这下好啊！扩编以后，我们的队伍又该壮大了。对，说得好。其实我觉得呢，这大半年来，咱们游击支队的战果是摆在这儿了的。我们缴获了很多日军的物资，
我们弹药很充足啊，而且我们各级的军官都经过了教导大队或长或短的培训，所以我觉得上级对我们的扩编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么简单的事情，发个任命电报不就行了吗？何必派什么特派员过来呀？这事儿简单啊，我们游击支队的成绩太突出了，所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人家就怕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所以派个人来看看。失礼します。司令長官殿、これは前任の多田司令閣下が残された未処理の書類です。そこに置け。はい。ただ、お前気楽だな。高橋、なぜこんな米粒みたいな大洋圏で俺たちみたいな強力な部隊が必要になるんだ。強い兵力がそんなに必要か？司令官閣下、このフトーシャンという地区は今年初めからほぼ毎日八路軍と小規模の戦闘があります。一つ一つの拠点が1ヶ月も経つに八路軍に占領されました。ライアン、タイフォン支援の窮地に陥っています。そしてその戦闘には例外なく八路軍の軍艦のジョ・ウェイゴーなる者が関わっています。ジョ・ウェイゴーは半年ぐらいでアリが象を食べるように皇軍の1000人ぐらいの部隊を殲滅しました。奴は一体何者なんだ。一人の師団長をここまで窮地に陥れるとは。座れ。閣下、ここにジョ・ウェイゴーに関する報告があります。ご覧ください。読め。ジョ・ウェイゴー、年齢28歳、出身不詳。ただ名門の家柄である可能性が大きい。教育、1932年から1935年まで中国中央陸軍軍艦学校に兵科に入学しました。この前も高等教育を受けたようです。1935年から1937年までドイツのベルリン軍事学院に装甲兵科に入学しました。作戦経験としては孫風海戦、南京兵役、これを経験しております。個人能力として言語能力が抜きん出ているようです。日本語、英語、ドイツ語を習得し、機敏な考えを持ち、新しい物事に抜きん出て能力を持ちます。剣道は少なくとも6段のようです。竹下俊、昭和16年10月24日。竹下俊。何日か前に国内から派遣された帝国陸軍大学を卒業した若い軍人です。河北軍の参謀を担当しています。そしてこの竹下俊という者は平凡な人物ではありません。今彼は北進一刀流の師範を務めております。なるほど。軍部はまさかこいつのことを気にし、また我が参謀部に入れるのか？閣下、違います。何か特別な経験が？竹下俊、大正5年に京都の名門竹下家の長男として生まれました。
京都の竹下一族か。大したもんだ。昭和7年4月から昭和10年3月まで帝国陸軍士官学校で戦術を学びました。待て。大正5年生まれ、昭和7年、まだ16で陸士に。そうです。続けろ。昭和10年7月から12年7月までドイツのベルリン軍事学院に留学しました。ドイツでの成績はどうだ？全優です。昭和12年7月、竹下俊は命令により帝国陸軍第一師団に赴任して作戦参謀を任されました。昭和12年10月に第11師団に派遣され、歩兵大隊長を担当いたしました。部下を率いて南京海戦に参加し、功績を挙げました。昭和13年11月、帝国陸軍大学に推薦され、昭和14年7月、花形の関東軍第一戦車団第三戦車連隊に見事に入りました。ちょうどノモンハン事件に遭遇しました。東戦線で亡くなった戦車中隊長の職務を受け継ぎ、部隊を率いて真っ先にソ連軍を打ち破りました。そしてその後の撤退中、自発的に第三者連隊を援護し、無事に撤退を成功させました。ノモンハン。閣下。昭和16年9月16日の夜、北進一刀流の師範千葉正夫が病気で亡くなりました。翌日、竹下俊がこの若さにもかかわらず師範を受け継ぎました。10月、竹下俊が帝国陸軍大学を卒業しました。竹下淳の卒業論文のテーマは、小さな特殊撃部隊が現代の戦争中での作用、その内容に皆が驚いたということです。そんな優れた青年か。会ってみたいな。わかりました。周英国、やっと現れたな。竹下殿、司令官が参謀室にお呼びです。来たんじゃ殿。お急ぎください。司令官がお待ちですから。そうか。作戦専門竹下武です。竹下か。入れ。竹下、遠慮はいらん。俺は帝国陸士の第16期、お前は49期だ。帝国陸大は俺が25期でお前が53期だ。いずれにしても俺の後輩だ。それは私の声です。はい、座れ。いきません。座れ。はい。竹下、あの周英国の八路軍の軍艦の情報に詳しいだろう。私は彼とベルディ軍事学校の同級生です。すべての評価の中で君が彼の言語能力が素晴らしいと言ってるが、その通りか。はい、そうです。彼はすでに英語とドイツ語を話せます。私と2年間くらいの日本語を勉強し、今は郷土人並みに日本語喋れます。君が教えたのか。なるほど。そうです。言葉教えるだけじゃなく、剣道も教えました。知るところによると、今君は北進一刀流の師範だ。剣道やつに。そうです。彼と別れるまで彼の剣道は
大体6段になりました。周英国に対するお前の評価はとてもいいんだな。そうだろう。私知ってる中国士官の中で一番優秀な一人だけです。ドイツのコデリアン将軍もそういうふうに言ってました。周英国は帰国してから将校改戦に参加し、その後大佐団長になり、4年後の今参道署に現れ、この城と同級生の城は同じ人物で間違いないか。私は確定できます。なぜだ。直感です。直感で判断するのか。おう、竹下、河北の治安はどう思うんだ。司令官殿、あなたの観点は土管持っています。そうか。そうなら言ってみろ。お前の意見は多少違うな。師団長殿のラジオ放送でこう聞きました。共産党はネズミみたい、我が軍は獅子みたい。獅子は強いけどネズミを捕まえないと言いました。この観点は私は賛成します。民衆は猫だ。民衆に頼るしかない。この観点に対して私は同意できません。この民衆は河北の平民ではない。いいか、奴らはほぼ八郎軍とつながっている。俺らに降伏した信軍と忠誠した信人、こいつらをお互いに共倒れさせることが一番いいんだ。だから同意できません。なぜだ。降伏された信軍と忠誠な信軍は猫ではない、犬です。犬はネズミを捕まえますか。いや、ならばお前はどんな人物ならば猫になれると思うんだ。八郎軍は幼児戦略です。彼らは軍隊を一つ一つ小さな軍団に分かれ、いろんなところで激戦し、我が軍の弱いところを見つけ、十分な軍力を集め、壊滅的な打撃を与える。損失は大きくないか、計算したらびっくりするぐらい大きいです。だから八郎軍の幼児戦略に向けて、正規部隊のほかに突撃隊を作るべきです。お前が帝国陸大の卒業論文は小突撃部隊が現代の戦争中での作用がテーマだな。はい、そうです。竹下、突撃部隊を作るならばどのぐらい時間がかかるんだ。隊員を選ぶのは1ヶ月かかります。武器装備、実戦訓練は大体6ヶ月かかります。そんなにかかるのか。何。突撃隊は武器装備、訓練、作戦方法、作戦対象は一般の部隊と違うので、時間をかけて戦力を上げるべきです。無敵な突撃隊で欲しければ。竹下、具体的な計画はいつ出せるんだ。今日中に出します。今日だと。小判の部隊を作るのはずっと前から考えております。竹下、帝国はお前のような人材が欲しかった。師団長みたいな指揮官は日本はもともと必要です。なんだかな、お前のその言葉はお世辞には聞こえんぞ。すぐさまその計画を整理してから、できるだけ早く今日中にお前のその突撃計画を俺に提出しろ。分かったな。はい、分かりました。本当に任せるのですか。子牛に過ぎん。虎も怖がらん。試してみようじゃないか。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偷袭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次日，美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特派员同志，这位是我们虎头山抗日游击支队支队长兼独立营营长周卫国同志。周卫国同志，你好。你好，我叫张仁杰，是上级这次派来的特派员。周支队长的大名，我早在鲁中边区就听说了，真是如雷贯耳啊！张特派员客气了，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支队的政委李勇同志。你好。你好，你好。这位是我们支队副队长兼参谋长张楚同志。你好，你好。这位是我们直属队特战队的队长赵杰同志。你好，你好，你好。张特派员，一路辛苦，要不要先休息一下？休息就不必了，干革命工作哪能要求那么多？哎，我听说咱们莱阳县委和莱阳县人民政府都在赵庄，咱们不如直接去赵庄吧？也好，请，请。军、民、和、作。特派员同志，在给孩子教书的就是我们的县长兼县委书记陈一同志。看这个情况，还有一刻钟才能下课。县长怎么能给孩子们上课呢？啊，这是我们根据地自己盖的小学。哦，说起盖小学这个事儿啊，那也多亏了卫国同志，是他提议的。可是小学虽然盖好了，我们这儿有文化的人毕竟不多呀，所以陈一县长亲自给孩子们上课。对了，卫国同志有时间的时候也会过来给孩子们上两堂课。哦，那卫国同志看来是文武双全呐！啊，过奖了，10几个字儿，教这帮小孩儿还是够用的。哎，特派员同志一路辛苦了，咱们到屋里坐吧。啊，这边，这边请。走。来，特派员同志，喝杯热水。对不起，我来晚了。来的正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哦，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上级派来的特派员张仁杰同志。你好，我是莱阳县的县委书记兼县长陈怡。你好，你好，陈县长辛苦了，快请坐。那咱们人到齐了，现在开会吧。好，既然虎头山根据地的几位领导都到齐了，我就宣读上级的任命了。兹批准虎头山抗日游击支队扩编为虎头山独立团原游击支队支队长周卫国同志，任命独立团团长原游击支队政治委员李勇同志，任命独立团政治委员特派员张仁杰同志，任命政治处主任原游击支队参谋长张楚同志，任命独立团参谋长原游击支队副支队长徐虎同志，任命副团长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第115师政委罗荣环。太好了，太好了！这样游击支队扩编为独立团，对于我们虎头山来说是件天大的喜事啊！要感谢上级领导对我们的关怀。是啊，这说明上级对我们虎头山根据地的工作是支持的。感谢上级领导对我们的信任，请放心，我们一定不会辜负领导对我们的期望。虎头山独立团一定会再接再厉，力争新功。以后我就是咱们虎头山根据地的一份子了，希望大家不要把我当外人。特派员既然选择留在虎头山，大家就是一家人。客气的话我就不再多说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留在独立团，你一定不会后悔。好。特派员同志，时间不早了，我们得回杨村了。哎，周团长，你看张主任刚来根据地，是不是你们在赵庄多待几天？里边有事儿啊，得回去。特派员同志，很对不住你，刚来就让你两头跑。我们游击支队的指挥部在杨村，我们必须赶回去。
周团长说的对，我们是应该和部队在一起啊。那要不这样，特派员同志刚来，要不您先在赵庄歇2天？哎，没事没事，不辛苦。我们确实应该和部队在一起。那走吧，出发。来，各位兄弟，为了早日打败小日本，干了这杯！好，来！这回连老美的都参战了，这日本鬼子死定了！蒋委员长真英明，错，是国民政府英明。切，什么呀？咱们他里那才是真正的英明。对，坐来，干！喝酒啊！这回这日本人可快完蛋了。对。李座，属下身体不适，想先行告退，我自罚一杯。哎，别啊！你要是真不舒服的话，何必要自罚一杯呢？啊，那你先回去。谢吕总。来，弟兄们，我们继续啊！来，再干一杯。这刘营长真是没规矩，这酒刚喝到一半就走了。嗨，甭理他，真是。哎呀，王参谋，何必呢？刘营长的酒量本来就不好，他身体又不舒服，我们不勉强。好了，来，我们喝我们的，来干，来干！一帮尸尾素餐的家伙，他们以为抗战已经结束了吗？营长，今天怎么喝这么快啊？不提了，回营部。同志们，我这次来啊，上级不止让我带来了任命书，还要求我们向大家讲讲国际形势。张主任，其实我们有一部收音机，啊，是缴获日军的，我们经常收听广播。现在的一些国际局势，我们也基本上知道，像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啊，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啊，还有美国对日宣战、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这些我们也都知道。哦，不是，我想说的是啊，我在这个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留学的时候，哎，张主任，你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留过学啊？留学也谈不上，就是在旁边听听课，也就是讨论讨论战力而已。啊，张主任，既然您在那儿留过学，肯定对军事理论有很深的研究，能不能就我们虎头山地区的敌我形势，给我们来一个沙盘作业呀？可以。可惜啊，咱们这儿没有沙盘，要不然呢？张主任，沙盘咱有。哦，有沙盘。好啊。张主任，请多指教。好，不，我在伏龙芝学的呀，不是山地化作战。哦，那张主任您学的是？我学的是大纵深立体化战争。那太好了，张主任，我们这帮人也没见过什么世面，在教导队学的也是山地作战，就是平原作战，我们学的也是游击战。您这次来了，给我们也开开眼，让我们也见识见识什么叫大纵深立体化战争。这个所谓的大纵深立体化作战啊，就是大兵团的机械化战争。大兵团，对，机械化。报告，刘营长来了。好，政委，我去看看小桂，你来陪张主任。哎，魏国，魏国，李政委，这个刘营长是什么人？魏国的这个师弟叫刘志辉，是清源县国军的一个营长。国军的营长，
随便出入我们的根据地，这恐怕有些不妥吧？是这样，这个刘营长呢，为人很豪爽，很仗义，送了我们很多的武器弹药啊，而且他们的防区我们也是可以随便进出的。为人仗义，干革命工作怎么能讲江湖义气呢？哎，对了，刚才你说这个刘营长是周团长的师弟，这是怎么回事？啊，是这样的，这个刘营长刘志辉是黄埔13期的，魏国呢是黄埔9期的，所以这个刘志辉管魏国叫学长。周团长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周卫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黄埔军校毕业以后又去德国军校留学了2年，然后回国当了中央军第87师的团长，是南京沦陷以后，魏国才北上参加我们八路军的。那我们还是一块儿去看看吧。嗯，那好，进来。報告。入れ。すまん。お前に6ヶ月の時間を与えることができん。太平洋戦争は始まった。大本営は河北方面から部隊を派遣し、河北の治安をすぐに回復させろ。お前の突撃部隊を必ず活躍させろ。お前の一番の任務は周英国率いる八郎軍を壊滅することだ。すべての作戦の準備を3日以内だぞ。はい、突撃隊の準備はできました。軍車は11時前に着く。お前の部隊は本日12時に出発をしなくてはいかん。三島来陽歩兵独立混成団の参謀長を任ずる。高東山の八郎軍はお前に全て任す。竹下、よく聞け。今回の作戦はお前の部隊の訓練だ。周英国を倒した後、次の目標は八郎軍総本部だぞ。帝国はお前の活躍を期待しているぞ。嗨，同志们，转眼就是3月了，我们独立团的大练兵已经顺利结束了，这时候该是把部队拉出去好好练练的时候了。昨天接到地下党的情报，明天上午泰丰县城有一小队鬼子要出城，跟城外有一个据点的鬼子进行换防。我和魏国商量了一下，决定由周团长亲自带领1营的1连、2连做一次伏击，作为这2个连队训练结束的一次考核。李政委，周团长，让我和你们一起去吧。作为团里的主要领导，我应该尽快熟悉独立团作战战术。好啊，张主任，既然您要去呢，那您也听一下我们的作战计划。好，胡子，把你的作战计划跟大家宣布一下。我准备把设伏地点放在这儿，因为这儿是鬼子出城的必经之路，两边有不到100米的高山坡，中间夹着一条公路。我准备把1连和2连分别安置在峡谷两边的山坡上，由团长和我各负责指挥一边。但是这个地方离泰丰县城太近了，只有3公里，所以咱们必须得快速解决战斗，以压倒性优势，在鬼子眼皮底下打一个伏击战。好，张主任，这样，我和徐虎，我们俩带一个组，您呢，自己带一个组。好，我保证完成任务。好，那赵杰到，通知部队抓紧时间准备出发。是。鬼子来了，果然是一个满编小队，准备战斗。是，准备。所有人记住，等鬼子汽车进入雷区再开火。明白。谁命令开枪？第1连看我，让机枪组拿机枪压制，投弹组投弹，机枪投弹。
上！主簿，主簿，柱子，把师傅拉下去。是。团长，谁开的枪？枪是张主任开的，命令也是他下的，我劝了，我根本劝不住。周团长，哎，周团长，这仗打得漂亮吗？漂亮，那是真漂亮。撤！撤退！是。张仁杰同志，张主任，我问你啊，今天早上是不是你命令开的第一枪？没错，冲锋号也是我命令吹的。哼，我看鬼子也怕死，冲锋号一响，他们就彻底断了阵脚。张主任，你为什么不按我们事先约定好的，等鬼子的汽车一触雷，再让一连射击？我不是看当时鬼子没有防备，正是开火的好时机吗？既然你认为是开火的好时机，为什么在你开了第一枪之后，不让二连用掷弹筒、用机枪去压制鬼子？为什么让部队去冲锋去拼刺？我不是为了节约弹药吗？再说了，刺刀见红是我军的革命传统，应该保持。放屁！张仁杰，亏你说得出这种话，老子的人他妈还不值那几个弹药钱吗？周团长，打仗就会有伤亡，何况我们消灭了70多个鬼子，我们仅有8人阵亡，30几个人受伤，这已经算是胜仗了。我承认打仗要有阵亡，但是不能是因为指挥官的愚蠢造成的。周团长，请你注意你自己的态度。老子就这态度。张仁杰，我告诉你，老子的兵每一个人都是亲爹亲娘养的，交到我周卫国手里的。你他妈的就这么一句话，8个人阵亡，不是命啊！张仁杰，我告诉你，老子尊敬你，让你上战场打仗，你他妈要不能打，就在这给我待着。张仁杰，你有什么资格发脾气？团长，刚刚抓住一个人，自称是从莱阳县城来的，说是替你的一个老朋友给你送信来的。啊，你看。親愛なる兄、当時ベルリンで別れたきり会うこともできず、これほど辛いこと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兄のことを常に思い、焦がれる日々を過ごしておりました。兄が琴王山において八路の軍職に就かれていると聞き、驚いております。2月10日、制限場外20万里の山頂において兄のご死を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す。勇敢なる兄のことです。必ずお越しいただけるでしょう。この手紙だけではこの思いを伝えきれません。あなたの弟よ。送信的人呢？关在李陇村了。备马去李陇村。是。我叫周卫国。你就是给我送信的人呐？在下天目一夫，奉刘主之命来给周卫国长官送信，不想竟遭贵军扣押。中国素为礼仪之邦，贵军如此做法，殊无待客之道。坐下吧。我们中国有句古语。两国交战不杀来使。你既然是一个送信的，我们八路军就不会为难你。过一会儿我自然会放了你。周长官真有这么大的权力吗？
我终于明白竹下为什么派你来了，这么快就开始试探我。啊，对了，我刚才听你说，竹下现在已经是流主了，那我应该恭喜他吧？在下替流主谢周长官。流主对当年在柏林和周长官的交往，因为平生第一幸事，而对周长官当年划地断交之举，却因为平生第一憾事。我从未听过流主对任何其他人有对周长官这么高的评价。我们中国有句俗语，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老被你们流主这么想着，我这心里不大舒服。你就直接告诉我吧，你们流主为什么要见我？流主思念故友，想要和周长官见个面，叙叙旧，这难道有什么疑问吗？回去告诉你们流主，我虽然不思念他，但是跟他见一面倒也无妨。赵杰，到，绑上他的手脚，蒙上他的眼睛，用独轮车给我送出七风口。是。他为什么要约你在清源县城外20里的半山亭见面呢？那是长柄泉的地盘啊。一个日本人约你在国军的地面上见面。他刚来嘛，所以没分清楚敌我形势。不好，他有可能偷袭清源县城。王二六，马上去趟清源县城，告诉林营长，竹下郡可能随时会偷袭他们，让他们注意准备。是。魏国，我觉得不用这么担心吧。半山亭离清源县城只有20里路，我觉得鬼子未必敢打到那儿去。再说，清源山是刘志辉的防区吧？就算是鬼子真的偷袭到那儿，不是还有刘营长吗？清源山是清源县城里唯一的制高点，如果竹下郡拿下了这个制高点，你想想，这就等于是在清源县城里扎了一颗钉子。以汤秉权的个性，他是绝对不可能主动招惹他们的。既然这样，那竹下郡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他可以一门心思来对付我们。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鬼子攻下了清源山，那对我们可太不利了。赵杰，到，让大力和水生马上集合部队，随时准备支援2营作战。是。哎，你这是要干什么？不是我要干什么，是竹下郡要干什么。中東軍からの情報によると、前方はすぐ虎頭山の領域になる。今度任務は火力の偵察で虎頭山の防衛拠点を把握しろ。敵にあったら銃は使うな。極力銃は使うんじゃない。分かったか？都在呢。周团长，我想跟你聊聊下午的事儿。下午的事儿咱们不聊了，你有什么事儿跟政委说。走，上柱。
魏国，来，特派员，坐。有事儿？李政委，我来呢，本来是想来给周团长道歉的。今天下午他骂我的时候，我的确很生气，也说了一些混账话。但是等我到卫生所看望伤员的时候，我才知道，我犯的错误有多严重。今天的战斗要不是我的瞎指挥啊，也不会造成这么大的损失。这个责任，我张仁杰绝不推卸。我虽然干过几年地下工作，也算得上是在秘密战场上战斗过了，可是秘密战场和真正的战场它毕竟不一样。对于这种面对面的交战，我张仁杰只是个初学者。我应该虚心向大家请教，不应该不懂装懂啊。所以呢，我是很真诚的来给周团长道歉的。说得好啊，张主任，你的这一番话让我看到了一个共产党人，一个革命者应该具有的广阔的胸怀。错的是我嘛，我就得承认。再说了，勇于承认错误，是一个党员的基本素质嘛。是，话是这么说，我们也提倡经常要自我批评就自我批评，但是像张主任这样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非常真诚地承认错误，而且认识很深刻，这是难能可贵的。今天的事情让我明白，我现在还不适合指挥部队作战。今后我要做的就是协助李政委你搞好我们独立团的思想政治工作，把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建立成一支党领导下的虎贲之师，奉献出我张仁杰的所有力量。好，既然你有信心，我也很受鼓舞。张主任的工作能力，我觉得还是有目共睹的嘛。我们俩一起努力，争取把我们的虎头山独立团建设成一个政治上过硬的铁打的队伍。至于你在这次行动当中犯的错误，组织上会酌情处理。你今天的态度和意见，我会转达给魏国同志。周团长，人家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又在德国留过学，实战经验又丰富，我就应该向人家学习啊，互相学习。好啊，终于把我该说的、想说的都说出来了。アーチェロだ、向かうて。没错，弟兄们刚上来就遭到鬼子的夜袭，他奶奶的！今儿，德里，你听鬼子的枪声，情况鬼子的人数不是很多，活儿真他娘的忙。这种声音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见过，看来这帮不是一般的鬼子。老大爷，你们来了。村长，你怎么来了？情况怎么样？我们组织了2次进攻，都被压下来了。我们已经有6名战士阵亡，10几名重伤了。这样，你带弟兄们下去，这边交给我们。是。哎，不过你们要小心啊。我知道了，你告诉团长说明我这儿的情况，走吧。是。师长，
分两路包抄鬼子，你从西边，我从东边。好，分头行动，注意配合。 你们几个跟我走！报告，报告团长，石门村一带的204连刚刚派人来报，有一小股身份不明的鬼子渗透到石门村一带夜袭，水生和大力那个小组已经和鬼子干上了，目前战况不明。身份不明的鬼子？对，通讯员还说，鬼子人数虽然不多，但装备却十分精良。朱家俊的朱家俊，你还真来了。 赵杰到，集合部队去石门口。是。挟み撃ちが合ってます。突撃します。ダメだ。現在の状況では我々には無理だ。今回は敵を偵察するだけだ。おい、敵弾頭で援護しろ。続け。急げ。 团长，伤亡情况？你可来了！由于鬼子来的突然，我们4连弟兄吃了点亏，有6人阵亡，
10人受重伤，20多人受轻伤。我们特战分队也有2人受伤，打死3名鬼子。他奶奶的！昨晚这伙鬼子啊，邪乎得很。他比一般的鬼子的火力都猛。你看这装备、这服装、这枪，弟兄们从来没见过。你看这都啥玩意儿啊？勃朗宁、盖德，美国货。排长，你说这伙鬼子都什么来路啊？这装备怎么这么厉害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些人就是竹下郡的特战队。咱们的装备和他们相比，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啊！报告团长，刚刚收到消息，昨天晚上清源警备旅1团2营驻守的清源山阵地被鬼子偷袭，损失惨重，清源山阵地失守。失守？是。目前刘志辉营长正组织部队进行反击，准备夺回失守的清源山阵地。张杰，到，这离清源县不远，火速支援。是，到。小辉啊，哥来晚了。哥，你送出的消息已经很及时了，是他们都没有放在心上。这个警备旅1团2营营长自恃地形险要，害死了不少弟兄。总之，我们现在的防御态势已经进入了非常不利的局面。小辉啊，我们真正的敌人来了。竹下郡，他还有一支特种部队，但是装备要比我的部队不知道要好到哪儿去。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跟我说一声就可以。去看那边的防御工事。